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用一杯咖啡的时间，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。到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，年纪越大越好看的女人，通常都有这6个特征，中一个都很贵气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人们常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刀刀催人老。曾经的我对这话并不在意，甚至觉得有些言过其实。那时的我满心以为自己会是那极少数能逃脱岁月魔爪的幸运儿，即便年华老去，也能保持精致与体面。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终于真切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。白发悄然滋生，皱纹渐渐爬上额头，皮肤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变得暗淡而松弛。这些无法遮掩的衰老痕迹，让我不得不向岁月低头。我曾以为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衰老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经的阶段，无人能幸免。但为何总有一些女性，她们总能轻松摆脱岁月的束缚，年龄越大反而越有韵味？本期这期咖啡屋，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年纪越大越美丽的女性究竟具备哪些特质，我们如何也能拥有这些特质，在岁月的洗礼中优雅地绽放。1. 年纪越大越好看的女人，通常都有以下6种特征，看看你占了几个。特征1，气血足，精神状态饱满。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对美的理解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年轻时，我们往往更倾向于那种纤细的身材，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开始更加珍视那种蓬勃的生命力，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活力与光彩。那么什么是生命力呢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气血充足，精神状态饱满。这样的状态让人看起来充满活力，仿佛生活充满了无限可能。拥有这样特质的女性，单从面容上就能让人感受到她们生活的滋润与自在。比如那位年近60，却依然活得像30岁小姑娘一样的张小慧，她的面色红润饱满，光彩照人，无疑是典型的气血型美人。她的形象健康而高雅，令人不由得心生赞叹。2. 体态佳，身材挺拔不佝偻。古人常说，女子之美，仪态最为关键。无论是青春年少还是年华老去，我们的形象气质总是与仪态紧密相连。特别是当岁月流转，容颜与身材逐渐被时光打磨得相差无几时，仪态变成了我们超越同龄人的重要法宝。别笑话那白发苍苍仍带花的老人，岁月其实从未打败真正的美人。这里所说的不败，并非指女子的容貌与身材永远年轻，而是指那颗始终追求美好姿态的心永不老去。站立时如同松树般挺拔，坐下时宛如古钟般稳重。这样的身姿体态，自有一股端庄大气、优雅从容的美感。3. 头发浓密，会做发型不敷衍。我们都知道，发型对女人来说至关重要，是我们的第2张脸，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视觉年龄。一个合适的发型，不仅能让我们的形象瞬间提升，显得更加年轻漂亮，还能从内到外地增强我们的自信心，让我们更加从容不迫。然而，一个完美的发型离不开一头浓密的秀发作为支撑。遗憾的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女人都会遭遇脱发、掉发以及发质变差等困扰。这些问题让我们的形象逐渐失去光彩，显得衰老。为什么我们说头发浓密且会做发型，是属于女人年纪越大越好看的特征之一？其实就是因为她们占了先天条件加后天努力的2大优势。4. 皮肤干净白皙，注重保养无瑕疵。有这么一句话，一白能遮百丑。
一黑毁所有。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来说，身体里的激素在变化，新陈代谢也慢了下来，再加上长年累月被紫外线伤害，平时也不太注意护肤，所以很少有人在年纪大了之后还能保持肌肤的白皙透亮。尤其是不太懂得保养的人，皮肤往往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暗沉，甚至长出斑点。但也有些人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，他们时刻记得防晒，日常也很注重保养，所以哪怕到了中老年，皮肤还是洁净透亮，就算有了白发皱纹，也丝毫掩盖不住他们的美。5. 妆容大方得体，突出优势不浮夸。说实话，仅仅懂得保养是远远不够的，掌握化妆技巧才是提升形象的关键所在。化妆就像一种神奇的魔法，不仅能隐藏我们面部的不足，还能凸显面部优势，让人眼前一亮，仿佛瞬间年轻了10多岁。但妆容的关键在于自然得体，而非浮夸厚重。真正懂得化妆的姐妹，她们的妆容总是恰到好处，既不张扬也不造作。这样的女人，即便岁月流转，也依然能够保持那份独特的魅力。因为恰到好处的妆容，就像是我们的形象美化师，无需花费太多，也无需承担风险，就能让我们的形象焕然一新。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6. 会穿搭，扬长避短有质感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除了本身要有实力，打铁还得看外在的修饰。尤其是对身材不那么完美的姐妹来说，合适的服装款式和巧妙的穿搭技巧，真的可以让形象大大提升，把优点放大，把缺点藏起。看看这个例子，你就会发现，世上并没有真正丑陋的女人，只有不愿意花心思打扮的女人。有时候仅仅是服装上的小小改变，就能让一个人的形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土气变得精致时尚。其实就看你是否选对了衣服。2. 怎样才能拥有以上特征？方法其实很简单。1. 长期运动，保持健康的身材。不少姐妹在年纪渐长后，会给人一种大妈感或油腻感，这往往是因为肥胖和亚健康的身材所致。如果想要真正改变自己，那就得从坚持长期运动做起。运动不仅能帮助我们减轻体重，还能维持一个较为健康的体态。2. 科学的护肤加饮食，远看身材，近看脸。对一个女人而言，面部状态无疑是她向外界展示自我的一张最佳名片。从现在开始，要树立起科学的护肤意识，将运动作为主要的护肤手段，通过锻炼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肌肤活力。同时，饮食也是不可忽视的辅助因素，保持均衡的饮食，摄入足够的营养，有助于肌肤的健康。当然，科学的护肤保养步骤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选择合适的护肤品，遵循正确的护肤流程，只要我们将这些护肤方法坚持下去，相信不用多久，你就会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。3. 学习穿搭与化妆技巧。在当今这个颜值极正义的时代，掌握穿搭和化妆技巧确实很关键。毕竟，良好的外貌不仅是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坚强盾牌，也是我们内心强大、收获快乐的重要源泉。别给自己的未来贴上标签，无论何时开始行动和学习，都为时不晚。你看，像三木妈妈和珍珍阿姨她们，就是在中老年时期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。她们不仅开创了自己的事业，还体验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。3. 跟这些妈妈学穿搭，想不美都难。1. 越是微胖，
越要露肤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有钱难买老来瘦。对于上了年纪的姐妹来说，想要保持一个匀称的身材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虽然运动加饮食是减肥塑形的黄金法则，确实能有效降低体重，美化身材，但如果真的做不到也没关系，不必过于苛责自己。其实我们还可以运用适当露肤的技巧，来营造出视觉显瘦的效果。在日常穿衣搭配上，我们可以多选择 V 字领、方领或小立领的衣服，这样的领口设计能在视觉上延伸我们的脖颈线条，让整体身形看起来更加修长，同时也能美化我们的肩颈曲线，增添一份优雅气质。搭配时，不妨多关注自己身材最为纤细的部分，比如手腕、脚腕、腰部等，通过穿着能够凸显这些部位的衣物，营造出一种对比感，这样能让我们的身姿显得更加轻盈灵动。2. 材质显贵，简约为王。人们常说，成长就像在做加法，不断积累，而成熟更像是在做减法，学会舍弃。在穿搭这件事上，道理也是相通的。当我们年华老去，就不该再一味地追求年轻化，追求那些充满设计感的服饰了，因为很多时候，这些服饰会与我们的形象气质格格不入，会带来视觉上的不协调。这个时候，简约风格就是更好的选择。挑选一些材质上乘的衣物，无需繁复的设计，也能让我们的整体形象散发出一种高级感。衣物虽简单，但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贵气却是无法忽视的。3. 配饰修饰为主，精致为辅。女人如花，而配饰则如同那衬托花朵的绿叶，在穿搭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。配饰的选择不能仅凭着自己的喜好和心情来决定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如何通过配饰巧妙地遮掩一些岁月的痕迹。举例来说，帽子和丝巾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一顶合适的帽子可以巧妙地隐藏我们的头型、脸型的不完美，以及发质、发量的问题，而一条精美的丝巾则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，遮盖颈部的细纹和松弛的皮肤。它们既有着实用的功能，又兼具时尚的元素，非常适合中老年女性佩戴。4. 越老形象越完美的女人，骨子里有这5种力量，很真实。1. 勇敢选择喜欢的，展现自己。小时候，长辈们总是希望我们乖巧听话，做个懂事的好孩子。然而，当我们踏入社会，经历风雨，才渐渐明白，太过乖巧的人往往难以成就大事，甚至难以找到真正的快乐。身为女孩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小心翼翼、温文尔雅，安全第一。父母和老师用心良苦，告诉我们要优雅文静、彬彬有礼，凡事都要谨慎小心，宁可不做，也不能冒险。然而与此同时，男孩们却被鼓励大胆尝试，勇往直前。这种双重标准成了无数女孩成长道路上的枷锁。很多时候，大众眼中的完美选项并不适合我们，也不是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学会勇敢，学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，哪怕这条路并不平坦。张伟丽，一个来自河北邯郸的女孩，她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她从小习武，曾是河北省青年散打冠军，后因伤痛退役。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，而是选择北漂，尝试过多种职业，最终在综合格斗领域找到了自己的舞台。2019年8月，在 UFC 深圳站的比赛中，
张伟丽用42秒的时间技术性击倒了巴西选手杰西卡·安德拉德，一战成名，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位 UFC 冠军。2020年3月，他又在首次卫冕战中击败了波兰名将乔安娜，成功守住了金腰带。张伟丽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家闺秀，但她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职业，并在其中发光发热，大放异彩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勇敢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，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，成就非凡的人生。2. 勇于直面恐惧，突破自己。他人眼中的完美是一个壳子，将女性紧紧套在其中。勇敢而非完美的作者拉什玛·萨贾尼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什么是突破和真正的勇敢。33岁那年，尽管他明知胜算渺茫，但仍决定参加国会议员竞选，结果却是惨败。然而命运对他似乎并不仁慈，几个月后他又经历了第3次流产，所有的不幸似乎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。然后她在朋友的婚礼上与丈夫一起体验了蹦极，尽管她一直恐高，因为她觉得生活既然已经失去了控制，不如抛开一切，也许就能摆脱沮丧和悲伤。于是她跳了下去，尽管感到恐惧，但她却体会到了刺激和一种自由的感觉。这次突破自己的恐惧心理，让她领悟到了真正的勇敢，并且拥有了面对竞选失败的力量。她毅然重新开始了职业生涯，并且决定再次尝试怀孕。事实证明，她的决策是正确的。她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也圆满地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孩子。正因为体会到勇敢的魅力和对人生的推动力量，她也确立了自己的终身目标，要帮助女性摆脱完美的束缚，勇敢找回自己。3. 勇敢的不顺从，照亮自己。华丽斯·迪里是一位索马里出生的国际超模，联合国亲善大使，更是福布斯评选的全球30位女性典范之一。电影《沙漠之花》讲述的就是她本人的真实人生经历。她自小便生活在索马里，5岁时便经历了割礼，10几岁时，命运更是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父亲为了几匹骆驼，就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。生活并非总是顺风顺水，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。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华丽丝鼓起勇气，徒步穿越了茫茫沙漠，逃离了那个可怕的地方，最终来到了纽约。在那里，她站上了国际 T 台，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她不仅成为了香奈儿的代言人，还参演了007系列电影，更是第一位登上美国著名时尚杂志的黑人模特。这一路走来，她用行动证明了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。然而，事业如日中天的华丽丝并没有满足于此。1997年，她毅然放弃了辉煌的事业，全身心投入到反割礼运动中。这项愚昧的陋习已经摧残了无数女性，而她是第一位站出来揭露真相的女性。在她的不懈努力下，全球28个国家废除了割礼陋习，许多女孩因此得以逃脱这种人为的苦难。她曾说，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，看过更大的世界后，她再也不甘心留在原地。这种不甘心成为了她前进的动力。从沙漠女孩到国际超模，再到非洲女权斗士，华丽丝用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书写了一段传奇。生活虽然让她遍体鳞伤，但那些受伤的地方最终变成了她最坚硬的地方。她深知，只有用自己的脚在路上踩下脚印，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。生命不够完美又何妨？万物皆有裂隙，
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只要勇敢迎上去，就能活成那束照亮世界的光。4. 勇敢面对困难，实现梦想。大 V 博主默默在女儿诞生后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本稳定且待遇不错的工作。那时的她尚未年满30，生活重心全然转向了孩子与丈夫，逐渐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了联系。曾经那个光彩照人、自信满满的默默，似乎也被时间悄悄带走了。她开始感到迷茫，望着每日早出晚归的丈夫，心中却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两人之间的距离在无声中悄然拉大。终于在30岁那年，默默成为了一位单亲妈妈。面对未来的不确定，为了给自己和女儿一个更好的明天，热爱美食的她决定在美食自媒体这一领域大展拳脚。有时候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真的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，找到新的生活方向。这也让我们坚信，人生的后半场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为了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，搜集丰富的素材，默默曾一天之内试吃了28顿，不得不依靠消食片和黑咖啡来缓解胃部的不适。从最初在网络平台上单纯分享美食，到后来成为美食专栏作家、美食设计师，再到如今成为备受瞩目的美食自媒体人。这一路走来，默默独自在一线城市打拼，从事着极具挑战性的自媒体工作，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但默默深知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与轻易得到的东西，意义和珍惜的程度截然不同。面对困难，他从未退缩，总是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。他说，偶尔也会有孤影自怜的时候，但这些年下来，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因为我知道，沉溺于自怜对改变现状毫无帮助。的确，永远不要过分同情自己。当你开始同情自己时，生活或许就会开始离你远去。生活或许允许你一时的消沉，但我偏要选择一鸣惊人。有能力的人才是人生的赢家，而努力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有能力的人。努力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你可以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。5. 勇敢不拘于形式，每次行为都有意义。说话前我们反复思量，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妥，得罪他人。做事时瞻前顾后，时刻在意他人的眼光。但如果让你毫无保留地展现真实的自我，你敢吗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你敢吗？你是否能放下他人的眼光，勇敢地做真实的自己？黄卫作为全球设计界备受瞩目的社会活动家和设计战略家，他不仅荣誉加身，更曾3次登上《财富》杂志。她是将国际服务设计理念引入中国的先驱，也是一位勇敢展现真实自我的女性。有一次，她为推文挑选封面图，竟直接发了一张自己在3000米高空跳伞时兴奋尖叫的照片。对方初时以为她在开玩笑，毕竟在这个美颜盛行的时代，谁还会放出自己全素颜无修饰的照片呢？但黄卫就是这样真实，最终对方被他的真诚所打动。尽管最终选择了斯坦利同款的漫画形象作为封面，但那张漫画也极其写实，甚至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门牙间那条细细的缝。还有一次，摄影师为了照片效果，将他的牙缝 P 掉了。黄卫看到后却生气了，把我的牙缝 P 回来。他说，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，无需任何美化。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赞美，能勇敢做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活出真我，才是对自己最深的宠爱。其实，
摆脱完美的束缚，并不需要多么轰动或大胆，我们只需勇敢地做真实的自己，不去迎合他人的期望，这就足够了。看了这么多越老越美丽的女人，相信大家也意识到了，衰老其实并不可怕，忽视保养，放弃打扮，不够勇敢才最可怕。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不要害怕别人说什么，身体是自己的，美丽也是自己的，决定也是自己的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